在以往的场景安排中，我们学过前后景及近大远小等技巧，都是利用视觉错位的概念来构筑空间场景。但如果拍摄时，你想要让所有的物件全部位在同一视平面上，但又怕过于集中，看起来变得很拥挤，在构图上该怎么安排呢？这部影片中，小蓝狐将提供平拍123的构图方式，即便所有的物件基本上都位在同一平面，也不用怕太过拥挤。赶快来看一下吧。在开始介绍之前，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以免费获取更多最新手机拍照资讯哦。如果你的主体只有一个，透过平拍时，不论摆在哪个位置，都不会让画面变得过于拥挤。但若我们再添加一个主体，变成了成对拍摄，若你只是将两个主体并排摆放，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变得互相抢镜，或者说两个主体的关注度是一样的，无法辨别到底哪一个是主角，哪一个是配角。这时候在我们脑中就会将这两个主体都视为是同一个东西，也就是两个主体在视觉上变成了一个大团块，整体看起来笨重且没有变化。通常这时候我们会用之前提到的近大远小以及前后景的概念，即便两个主体大小是一致的，但若将其中一个移动一下，例如这里我们将左边的杯子稍微往后推，基于视觉透视的概念，左边的这个杯子看起来就会比右边的更小一点。这时候画面中主次关系就出来了，我们的关注会更多的放在右边的杯子上。但如果你说你就是不想要将杯子往后移动，你想要让两个杯子都是平行摆放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那这时候就必须用到我们平拍123的方式。小时候参加的田径比赛，表现最佳的前3名都会到台上领奖。仔细观察一下颁奖台的样子，即便前3名都站在同一个平面上，没有前后的差异，但第1名的位置总是最高的，接着才是依序第2名及第3名。拍照时也一样可以运用这样的概念。若一定要两个主体并排摆放，那么就可以一高一低的搭配，可以在主体的下方垫上一些物品。拍摄食物的话，你也可以垫上一些餐盘、木砧板、大理石块、原木片等等。重点就是要让两个主体间有高低的差异，这样即便是同一视平面上，当主体垫高之后，就像登上了王座一样，主体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主次关系变更明确。即便更换杯子的位置，也不会影响对主次关系的理解。但如果要添加更多主体呢？不管要再添加一个一样大小的主体，或是其他陪衬物，最大的原则就是在同一视平面上所添加的任何物件都不要高于主体。这样的安排除了可以减少视觉变成一个大团块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画面的视觉律动感，让视觉上可以上下移动，而不是静止在中央。产生律动感的同时，因为高低错落有不同的疏密空隙，也可以增加视觉呼吸感，整体看起来会比原本死板板的并排要好得多。当然，这样的方式一样可以搭配前后景一起使用，完全相容。在后景的部分，随意添加其他物件，即便添加的物件比主体还要大，或甚至比主体还要高的位置，对主体的影响都不会比并排还要强烈。拍起来就是这样。以上就是当你想要将主体并列在同一视平面上可以使用的场景安排方式，在家用手机就能拍。你学会了吗？若在拍照上有任何问题或关于道具的安排，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将整理好之后拍成教学影片回复哦。拍照并不难，记得试试看。